插座里面有电，但到底是电压还是电流呢？还有，你知道电压是长得什么样子呢？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你，电压是长得什么样子，而且告诉你，电压不是只有一种长相，它有好几个面貌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克。我们都知道，插座里面的电就是电压，而且是交流电，它提供了家电用品所需要的电源。交流电压会在正负之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，描述成波形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，电压会有哪些波形，和这些波形对于家电用品或是3C 的产品有什么影响？这里讲的是常见的家庭电器，还有一般的3C 产品。正常的波形电压是正弦波，就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波形。那这个波形是要平顺，还有上下要对称。不过实际上的电压波形可能不会这么好。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异常的电压波形，还有这些异常的电压波形会对哪些电器有影响。短时间电压不足的英文是 sag， 顾名思义就是电压在短时间内发生降低的情况，但是又会在1分钟内这个电压恢复到正常的电压范围里面。像是以前的钨丝灯泡或是省电灯泡，在电压突然降低又恢复的时候，它会闪一下。但是现在都是使用 LED 灯泡，就不会有这种闪一下的情况了。这种短时间电压下降的情况，对于一般的家电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。电压不足的英文是 Brownouts， 是指电压长时间不足，或是说一直处在低压的状态。比如说，台湾的电压正常是110伏，但是如果这个电压掉到90伏特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对电器产品它的性能或是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。就像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吃不饱，又要工作，那就有可能把身体弄坏的情况一样。涌浪或是浪涌电压，英文称为 surges， 是指电压突然升高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个时间并不长，可能只有几个周期而已。这个周期的意思是，波形从起始角度经过正半周和负半周之后，又回到和起始点一样的角度，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就叫做一个周期。突然升高的电压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因为它的电压比较高，所以可能会损伤一些电子类的电器产品。而电机类的电器产品，像是电风扇，因为它的马达承受力比较高，所以通常不会损坏。突波电压的英文是 spike， 是指电压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升到非常非常的高，像这样只有一根，但是这个电压可能高达数千伏。不过这个时间通常非常非常的短，通常只有几微秒到几毫秒左右。这种电压的形成通常是因为闪电的缘故，时间虽然很短，但是因为它的电压非常的高，所以会直接破坏各种电器设备。杂讯在英文称为 EMI 或是 RF noise， 电压里面含有杂讯，通常对于家电产品是不会有影响的，但是可能会影响到电脑、通讯产品，或是像音响这一类的。像是早期的电脑突然会关机，然后再开机，或是发生宕机的状况，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杂讯的影响。不过现在电脑的电源供应器都做得很好，所以也很少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。另外就是干扰音响，
那这会让音响出现一些杂音。频率偏移英文是 frequency deviation， 是指波形的周期改变了。以台湾60赫兹的频率来说，就是指这个频率突然变高或是变低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对于具有电子电路的电器产品，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但是对于马达或是有变压器的电器，就有可能降低它的性能，甚至造成损坏。插座里面的电压除了要稳定在规格以内，电压的波形也要越接近理想正弦波越好，并不是说不停电，那电力的品质就很好，而是像前面说的，它的异常波形要越少越好。有些电器设备对电力品质要求比较高的，像是伺服器、通讯设备、医疗设备、实验仪器等等，就可以考虑使用在线式的 UPS 来提高电力品质。关于 UPS 的选用和功能介绍，可以去看这2支影片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。好了，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不妨帮我按个赞，点个订阅，谢谢。